和几千年前的古人住在一样的房子中，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感受呢？21世纪的他们盖房子不需要一块砖石一包水泥，而仅用茅草、竹子、木头、藤蔓就能盖出能抵御10几级台风的房子。在海南的公路旅行中，我闯入了一片五指山附近的热带雨林，林中竟然藏着一个被时光遗忘了的村子。几千年前黎族人的房子长这样，现在他们的房子还长这样。我很好奇，流传了几千年都没有被淘汰的房子到底住起来有多好呢？发现它这个屋檐很矮，弯着腰走进来，偷感十足，像小偷一样进来别人家里面。茅草编织的屋顶十分低矮，有的屋檐处甚至距离地面不足1米。我想也许是出于防大风大雨的考量，但茅草屋顶真的不漏水吗？扛得住海南夏天的狂风暴雨吗？这个屋檐呢是以这个竹子做结构，然后把稻草一层层的编织好了之后捆扎在这个竹子的结构上。这个用来捆扎的东西呢都是干掉的藤蔓，这个藤蔓是非常结实的啊，用刀都不一定能够很轻易的把它给割开。它这个稻草扎的是非常的紧密，用手都扎不进去，肯定是不会漏水的。作为屋顶，它必须遮风避雨，还要透气，所以它并不是茅草的简单堆叠，而是如同黎族织锦般将茅草有技法的编织起来，最终巧妙地实现透气又防水。房顶和这个墙板之间的空隙，他们都会用竹编啊把它们给封起来，防止一些虫子啊、鸟类之类的飞进去。盖房的材料全部都是热带雨林里面他们能够比较容易获得的东西。据说黎族的女孩子从小呢就开始要学习这个茅草的这种编织，学不会的话都很难嫁出去啊。材料非常的简单，建起来也比较的快，比较方便。地板其实没有紧贴着地面的，为了防止这个地面的潮气、湿气反到房子里头来，中间有一段是悬空的。这种外形酷似一个金字，初看之下略显粗犷简陋的房子，其实既生态又坚固。它的原型是黎族传统的船形屋，据说早在先秦时期，黎族先祖乘船来到海南岛，他们将木船倒扣，底下支起木梁柱，就成了遮风避雨的房屋。后来木船腐朽老化，他们就用捆扎结实的茅草做屋顶，船形屋的造型一直流传了下来，贯穿了黎族人从动荡迁徙到扎根海南的几千年时光。在海南黎族的这种传统村落里面，经常能看到他们房前屋后都会种着这种颜色非常鲜艳的植物，这种学名叫做猪椒。他们这儿呢有一种说法叫山猪药，在粮食不那么充足的时候，还要进山去打猎，去狩猎野猪的时候，收集一片叶片上带明显花纹的叶子，能够更快的去把这个野猪给狩猎到。一般这个黎族的房子门口都会挂这样的刀筒，外出进山的时候会直接挂在身上，这里面插着刀，然后如果采集来的一些菜呀，也可以放在这里面。我还挺想进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就是住在这种房子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是冬暖夏凉呢，还是说比较的闷热？这一家开着门，进去看看这个房子里面。哟，我还以为主人在家呢，是你啊？我能进来不？没说不可以，那应该可以啊。看一眼。啊，这个房子也是比较老的一间房子，现在村里的房子几乎都没有，我现在目前为止没看到有人在居住啊，都是一些都是这些小保安们在住。这个房子里面其实采光就不是特别好啊，然后通风透气呢就主要是靠这些天然的木料的间隙，估计也是早期的时候这个为了防止一些动物啊误入房间里面，所以它整个房间它是没有开窗的。后来遇到了一位来给老房子做驱虫的村民，他说这房子很好，住起来冬暖夏凉，夏天能抵御10几级的台风，但每隔几年最多10年就需要翻新重建。现在村里人都搬到了附近的新村，住进了红砖小楼里，这里就慢慢空了下来。村子选址还选得非常有智慧，后面就是一条河，河谷旁边比较平坦的地方被他们开垦成为梯田，然后上面山比较陡一点的地方他们就选择盖房子，整一片的环境都被他们合理的利用起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生态。背山面水既能引入穿堂风，在夏日里为房屋降温，又利用地形削弱台风肆虐的力度，在有限的耕地上耕种稻谷，背靠热带雨林，可进山采集狩猎，传统黎族生活与山林相得益彰。黎族人远古的生存画卷拓印到了眼前，山是一幅画纸，林是一抹色彩，最华彩的篇章应是3月3，
这次来海南自驾，走到五指山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盛大的3月3。自古它就是海南黎族、苗族祭祀先祖、青年人滋养爱情的节日。夜幕降临时，我还赶上了一场长桌宴。听说过很多少数民族的长桌宴，这是第一次参加咱们海南黎族和苗族3月3的长桌宴。这长桌宴老长了，估计也有几千人吧。终于给我吃上长桌宴了，我一直好奇了很多年，长桌宴到底吃啥？因为我从来都没吃过。哇，我真的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红薯，我还以为它放糖了，没有放糖啊，真好吃。3色米饭、五角猪、小河虾、芝麻鸡，一口下去，这片山林间的清新风味在唇齿之间荡漾开来，抚慰了自驾旅途的劳累。出宝村号称是最后一个原始的黎族村落，起初看到一间间凝结着鲜明建筑智慧的船形屋、金字形屋被空置荒废，心里不禁轻叹一句可惜。一场盛大的3月3让我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早已落地生根，芬芳四溢，不必在转身回望时叹息，能与空调、WiFi、高速路一起向前，才是传统文化下一个千年之约的通关密钥。我听到了地球被撕裂的声音，哇，好壮观！这是一道倔强而奇特的伤痕，90%的游客都难以一窥它的全貌，部分秘境外国人禁止进入。他已等待了4000万年，才将这道喜马拉雅山脉的撕裂运动形成的古老裂痕呈现于我眼前。今时今日，在公路的串联下，我开着车闯入了这道巨大裂痕。这里有造物主藏于无人之境，地图上尚未收录的奇景，这里有中华民族中传奇感人的特殊族群。这道裂痕叫做吉隆沟，哪知行程刚开始就迎来了一通暴击。现在的海拔已经直冲5500米，从来没有到达过这么高的海拔，就是觉得脑袋特别胀，半梦半醒的感觉。目前中国铺装公路海拔最高点为西藏错琴县的桑木拉达坂，海拔5566米，而我就在从吉隆县去往一处名为大断崖的秘境路上，毫无预兆的开车走过了海拔5500米。喜马拉雅就伴随着我们这一路，感觉到你自己跟雪山的那个山尖尖都好像是同样高一样，这种感觉和在3-4千米的海拔处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条值得让我发朋友圈炫耀的高海拔公路走完后，一片外国人不得入内，地图上也没有收录的秘境即将拉开序幕。最后这一段路呢，全部都是这种盘山的土，而且非常窄，坡度也非常大。在国内的话，路况都非常好，像这种路已经很久没开过了。这样的地方对于我这种爱开着车折腾的人有着致命的诱惑力。此处已是中尼边境上的无人区，踩着油门一路向上，寂静的山谷间只有发动机的轰鸣与轮胎压过石子的躁动。开过一段林崖的冰封路，就到达了山顶，这片外国人看不到的风景跃然眼前。我们这两座雪山上都有这种拼圆状的纹理，像有一种的漩涡一样。哇，好壮观！在这里你能听见地球撕裂的声音。这里是喜马拉雅大断崖。当我双脚靠近它，便不再需要抬头仰望喜马拉雅，仿佛开启了造物主般的上帝视角。此刻我与世界屋脊平起平坐，脸上刮过来自深邃沟壑的风，声响大的就像来自地心深处。风最大的时候，我根本在上面站都站不稳，我只能匍匐在地，简直就跟是怪兽来了一样。这个电影里头配乐都配不出这么恐怖的风声。由于害怕来一阵响我的风把我吹到尼泊尔，我驱车向吉隆沟这条幽深裂痕的低处驶去，沿216国道从海拔4200米吉隆县城到海拔2800米吉隆镇，仅相隔70公里，平均每1公里路程海拔下降20米。仅仅1个小时的行程中，车窗外的景色从光秃秃的山变为松树为代表的针叶林，再变为桃树为代表的阔叶林，似乎将广阔的世界浓缩了，更将从冬到春的时节浓缩了，更奇妙的是还将千年时光浓缩了。现在走的这条路叫做唐竹古道，在唐朝时从中原途经吐蕃到达天竺重要的交通路线，就是我现在在走的这一段路啊。像唐玄策一人灭一国，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入藏也是走的这一条路，而现在如今的我
如果要从这儿去到尼泊尔走陆路的话，也得走这条路，跟千年之前的古人实现了这种路线上的重合，真的是一种还蛮神奇的事情。我在这条神奇的路上还遇见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族群，他们高鼻深目，长相极具异域特色，细看与藏族同胞的五官特征并不相似，他们的祖辈难道并非来自中国？以前有没有身份证？你们没有，02年的时候身份证户口都有了，我们一个字都认不到了，没有读过书嘛，国家帮忙我们，02年我们搬到这边来了。清乾隆时期，库尔喀人入侵西藏，乾隆派福康安率兵出征，大战库尔喀。当年那群库尔喀人士兵，他们打了败仗之后回去，他们的国家是要被砍头的，所以呢，他们就不敢回去，流离失所在中尼边境的山林里面住了几百年。他们的后裔一直都是没有国籍、没有身份，直到2003年，中国给了这群库尔喀人后裔一个身份，加入了中国国籍，所以他们如今呢定居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吉隆的达曼村。中国好，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国家都是什么没有的，我帮忙我们房子都国家修，我们一分钱都没拿出来的，一分钱都没有出过，感谢国家。现在这个达曼村的生活条件非常的好，这一排排的红色的房子都是非常的现代也是很新的。村子里面非常的宽敞，还有广场、路灯，干净又卫生，生活环境是非常好的。对这道裂痕的惊艳叹服之情，在我到达一个反常的村子之后，到达顶点。270度被雪山包围的吉隆镇的乃夏村，定居在这种山区里面的先民他们最初寻找定居点一般都会在山沟的底部，相对来说比较平坦，极少会选择在山坡中间或者在山的顶上。但是呢，我现在呢在吉隆找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村子，它就是定居在这个山沟的一座山的顶部。事出反常必有妖，对不对？看看这个村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考身后，哇哦，好壮观的雪山！这片地是不是非常平，又能放牧又能耕种？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好的一块宝地。这个地方的风光非常非常的好。哎呀，被牛粪包围了，踩到牛粪了！被雪山包围的乃夏村给了我莫大的惊喜，美得令我想就地躺下，雪山下田地里睡上一觉。我心中赞叹不已的村子，却不过是吉隆沟大美风光的常态。高喊孤傲的喜马拉雅在这里被撕开一道裂缝，孕育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吉隆沟。它是千年热血边关，也是亿万年的神奇秘境。这片不拘一格的秘境，为冷峻的喜马拉雅增添了一抹柔情，既冷峻又柔情。这是我无比热爱的喜马拉雅。